族崛起，欺压妖族。妖皇东皇太一于不周山顶立妖庭，与巫族展开一场大战。期间，妖族10太子化作10日炙烤大地，致使生灵涂炭。直到巫族大能羿的出现，大羿连续射落了9名妖族太子，仅剩1名太子陆压侥幸逃脱。大战末期，巫妖2族损失惨重，人族趁机出手，大败巫族，又一举攻入妖庭，将妖族彻底打垮。此后，圣人老爷们联手，将破碎的妖庭改为天庭。妖族没落之后，陆压为报复天庭，四处为祸。失礼了，我这儿有个小小请求。陆压意图复兴妖族，今日竟将目标盯上了。师傅，还不够快，要再快点，再快，要快！今日就让你这天庭小仙成为我妖族复兴大业的垫脚石。纸人1号，出击！没想到堂堂天庭水神，竟还有纸人化身在此处。陆压，妖族与天庭已停战数百年，莫要因一己之私挑起2族战火。满嘴道德仁义，心里却全是算计。纸人2号，出动！好在提前安排了纸人化身保护师傅。我的目的当然不是跟陆压拼个你死我活。纸人1号被毁，纸人2号和师傅一旦被追上，必定……要再快点！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
师父，灵娥，你且记住，咱们道城名为渡仙门，开山祖师乃是当今赫赫有名的渡恶真人。渡恶真人可是与我人教祖师爷太清颇有渊源。太清，道门有3教，分别为人教、阐教、截教。太清圣人便是我们人教的祖师爷，与阐教的元始天尊、截教的通天教主并称道门3圣。3圣的老师名唤红军，被称为道祖。灵娥，今后你要好好修行，争取早日修炼有成，踏仙途求长生。师傅，您成仙了吗？你还有一个师兄，为师100年前收的徒弟，现如今也算是能独当一面的良才了。就是……师父，师什么父？你小子屁股又痒了是吧？正儿八经的术法不学，又在水里修炼遁术。刚才的都是梦吗？也不见你修为怎么还在长。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吃错药了？怎么不躲啊？
徒儿只是觉得，能被师傅打，也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。正所谓，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李长寿，你这是找打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就是你一顿，你别跑！你这臭小子！行了行了，总之你没事就好。为师这2个月要闭关，你师妹兰陵娥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记住，不许教她歪理。是，师傅。师傅再见。师妹，我是你的师兄李长寿。我正在给你做体检，请不要误会我，因为我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的男人。价值观，仙界的名词果然很高深。没被夺舍，没有魔宠，没有被下蛊、下咒。考核通过。来，我先传授你几招。第一招，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，在了解他的真实修为之前，不可贸然出手。冲上去弄死他！你就是正义的化身。种种无事发生，先跑再说。刚才你的对手使用的，就是我要教你的第2招，底牌，也就是你各种隐藏起来的能力。底牌越多，最后的反击也就越出其不意。第3招，打不过就跑。如果你预估下来，觉得自己打不过对手，不如先行撤退，另找高手相救。终于过关了。可是父亲教育我，路见不平应锄强扶弱。锄强扶弱固然好，但不可莽撞行事，需随机应变。强与弱都是相对而言的，在自己本领不足时，尽量远离危险，躲避因果，一直活下去。等你强到能改写整个洪荒的规则之后，再去拯救弱小的生灵。大声告诉我，遇到这种事，你该怎么做？装作无事发生，先跑再说。很好。李长寿，师傅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师傅。哎，你套拂尘做什么？站住！别打着！饶命啊，饶命！师傅，哎呦，师傅，为师马上要进入长时间的闭关，
灵娥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您不怕我教坏师妹了？为师不在，灵娥的确需要适当自保。师傅，当然，你那些歪理，为师绝对不认同。师妹，今天是你入门的第1天，距离渡仙门历练大会还有10年，也就是3650天。历练大会就是可以外出历练，提升见识。如果你去了历练大会，就能帮师傅和师兄一点小忙。想去吗？灵儿去，灵儿要帮师傅和师兄。要参加历练大会，首先你需要在10年内达到炼气境。所谓炼气，是修仙的第1重境界，距离成仙还有3重境界。炼气、化神、反虚、归道之间隔了9个台阶。炼气境可隔空控物，化神境可御空飞行，反虚境可修5行仙法。归道能被雷劈。归道9阶将会面临恐怖的成仙雷劫。若道基稳固，成功度过雷劫，从此便正式成仙，向长生不老迈进。若没能度过雷劫，生死道消，很有悟性。相比起雷劫，目前你更应该担心的是历练途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。来，我们开始修炼吧。请参加历练大会的弟子来百凡殿集合。此次历练大会共有4处场所，凶险程度不一。众弟子外出时需谨记门规。各长老，开始吧。阴阳为爻，八卦形生，
坎水，离火，震雷，地坤，起！为方便遴选弟子，门内在坎、离、震、坤4个方位设置了关卡，分别对应东海之滨、中神州、南赡部洲、北俱泸州4处历练，难度依次增加，众弟子需酌情选师姐择。，我们真的要去北周吗？北周虽然危险，但奖励也很丰厚。放心吧，师姐会保护你的。果然有北周。东海之滨通过。中神州失败。南赡部洲通过。北俱泸州失败。师兄，有风雨术传音。师兄，据说东海之滨最安全，奖励最丰厚，要不我们去那儿吧？师兄，我怕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兰陵娥，东海之滨通过。耶！你去东海之滨吧，我自有打算。臭师兄，北俱泸州失败。目前为止想去北周的都失败。玄雅师姐来了。友情玄雅，北俱泸州通过。第一个通过北周考核，真不愧是玄雅师姐。既然玄雅师姐去北周，那元清师兄也一定是去北周了。元清，北俱泸州通过。快看，玄雅师姐，元清师兄，这儿呢，玄雅师姐，看呢。刘燕儿、王姬，北俱泸州通过。好机会，让所有人的注意力在友情玄雅这个吸金器身上。北俱泸州，我来了！嘿嘿，小琼峰李长胜，你给我停下！你一个化神9阶还敢去北周？我看不用到北周，你直接在第4关就挂了。99师说，弟子要去北周寻一味草药，门内并未限制化神境弟子前往北周，还望师叔莫要阻拦。你师傅呢，让我盯着你别乱跑。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，那这测试就得改一改。
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，我就放你去。当然，我不会用我的本命法宝，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如何？弟子愿意一试。金盾，木盾，土盾，金盾，哎呦我，哎呀，水遁，又是遁术，烦死了！破天风单人剑阵，星罗密布，被这一招击中，几个月都别想下地。学长师兄出手也太狠了！游龙探云步，赢了，赢了！什么？你小子鬼花招可真多！我告诉你，北周可不是什么善体，你要是死在我队伍里，你那个废柴师傅肯定会跑过来哭哭啼啼的，想想就烦死。师叔不必担心，我已在遗书中承诺，绝不让师叔承担任何责任。最终他还是跟来了北周，真是个麻烦虫。看在这小子样貌还不错的份上，就当放着养眼吧。总归不是一无是处。我说你小子，游龙探云步那么复杂的步法都能学会，怎么连个反虚都悟不透？弟子一直努力修行，从未有过半分懈怠。你呀，可千万别像你师傅那样，他道基受损无法补全，所以一直卡在归道境。近年也快成仙了吧？渡劫应该就在3、5年间了。啊，真是一笔糊涂账。手拿过来，本师叔看看资质。99是真仙境的高手，被他碰到脉搏，我用法诀掩藏的真实修为就暴露了。师叔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辈练气是追求无拘无束，管那些俗世礼法干啥？师妹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助你寻到焰火明心草。这是我自身修行之事，元清师兄不必为我费心。师叔，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那是几年前的一场意外。还有这种怪病？真的。友情悬崖，你不是冰山吗？
混蛋！蛊虫已经找到，就等此次六公主北拒泸州之行。晋古巫妖大战时，天柱不周山崩塌，世间将再次归于混沌。人族圣母女娲联合道门三教的祖师爷太清圣人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，剁下一先天玄龟的四角，做成天柱，护住了人间。玄龟也因此郁郁而终，其浩瀚的法力、庞大的身躯，化作了北拒泸州经年不散的瘴气。这瘴气危险至极，寻常人若吸入，云上这位道友跟了我们这么久，有何贵干？有炼气师在追击我们。别慌，有九九师叔在呢。我乃东胜神州有秦国殿前守将。有秦。六公主，回去吧，不必为我费心。末将奉国主之命前来。敌国近来蠢蠢欲动，国主担心他们会对您暗中出手，还请允许末将陪您出行。这张嘴不仅口吃，扯谎都不在行。有秦国仙凡混杂，背后更有渡仙门撑腰，怎会突然遇袭？遇袭你不找渡仙门求援，反而大老远的跑来北周，这话真是破绽百出。玄雅师妹，北拒泸州到处都是险地，多了宇文将军，也能多个人照应。元清师侄此前就认识这位将军，我刚才并未听他自报姓名。回师叔，我与玄雅师妹一同长大，也一同拜入了渡仙门中，因此认识这位将军。他名为宇文灵，是玄雅的父王最信任的将领。原来冰山女和大暖男是青梅竹马，看来元清的俗世身份也不简单呐。你想跟就跟着吧，反正一个刚成仙的大块头，在咱手里也翻不起什么浪。谢仙长。男女姻缘，加上权谋国难，唯此次抵达东海之滨除妖，众弟子务必全力对战，不可懈怠。是。马上就要抵达北拒泸州的边界了。我先带你们去北周东南处的入口，那里离乱帐宝林比较近。师叔，北周不是五大部洲之一吗？为什么会有入口这一说？问得好。巫妖大战后，大量巫族妖族逃往此地，久而久之，北周变成了他们的栖息之地。咱们人族高手屡次与他们交战，才强行开辟了几个出入口。好了，你们先去附近的镇子买避障符和解毒丹，1个时辰后在这里会合。是。这家伙怎么不动？难道
算日子，师妹他们应该已经到东海之滨了。如果估计的不错，应该会给我惹些不小的麻烦，那就妙了。就知道你师父没太多东西给你，也搞不懂他非要守着那个小风头干嘛。快去买丹药吧，别磨磨唧唧。谢谢师叔，这些我都有。你有？你哪有？天上掉下来的？算是给师兄的赔礼。之前，这冰山绝对名不副实。这是传信玉，若遇到危险就直接捏碎，我会前来救援。此次历练共20日，若在20日前动用传信玉或自行退出，便算历练失败。我建议你们不要单独行动，更不要拼了命的找药草。珍贵的药草旁往往有凶兽附体，你们就是他们最好的补品。尤其是你这种细皮嫩肉的极品。师叔还请自重。好滑啊！真羡慕你这种天生丽质。哎呀，本师叔就不行了，皮肤干巴巴的，也没个人在后面天天跟着喊“九九师妹，九九师妹”。好了，你们进去吧。末将奉命前来护卫六公主殿下，还请仙长准许。宇文将军还请在外等候，一切需遵从九师叔安排。宇文将军不必担心，我便是拼上性命，也会护好玄雅师妹。这俩人，记得跟人跟紧点儿，你个化神九阶！师叔，你听我说。小心，有东西在靠近，叫我来。小心右边。叶儿师姐，不要怕。九连离火镜，这个有情玄雅竟然修成了。
破天峰的弟子真让人省心啊！这下你放心了吧，大块头？此地乃乱障宝林的外围边界，凭这几个人反虚境的修为便可应对，而我则要穿过乱障宝林。先找机会脱队，再设法摆脱跟在空中的尸树。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我和玄雅师妹要找焰火明心草。王姬师兄陪燕儿师姐走另一条路。长寿师兄，你呢？各位，多多保重，不必担心我。这个李长寿，随便跟一队不就行了？怎么还分成了3路？仙长若感到为难，不如让末将去保护六公主一行。算了，3组先轮流尾随吧，让我先看看这群小家伙现在怎么样了。这2队倒是没太多事发生，也不知道李长寿这家伙如何了。啊！消失了，这么快就被毒兽分尸了？完全感觉不到他的气息。传信玉也没有反应，只能先沿着他去的方向找找看了。终于找到这小子了，居然已经跑得这么远，一个化神9阶的还敢往里横冲直撞，赶着去找死啊！远处的凶兽竟然没发现这家伙。原来是用了影宗符屏蔽自身的气息。这游龙探云步还真是将他化神9阶的修为发挥到了极致。赤阳毒龙邪，怪不得毒物不敢靠近。据传，10000年前，赤阳毒龙已被龙族清理殆尽了。此物可是价值不菲啊！这家伙做了许多准备嘛，看来确实有迫切想找的药草。他想找什么？仙长不如下去问问。不必了，该去看你家殿下了。可莫要在背后说我这个做师叔的偏心。再往里走会更加凶险。若非已无他法，我也不愿来此。还是再来一手。
这就是蛛丝捕捉的杀意来源。此行果然被卷入了奇奇怪怪的事中了。刺鸠那边已经开始行动，我们是时候对另外2个反虚境的下手了。昆龙阵准备的怎么样？布置完毕，绝对不会被渡仙门的人察觉。很好，此事关系到复国大业，必须让公子得偿所愿。不愧是破天峰的弟子，要是都像他们一样省心就好了。把他们带去昆龙阵。王姬、刘燕儿有危险！怎么元清那边也出事了？仙长，末将回去看看。好，分头行动。此人身法利落，气息凶悍，应该是惯于刀剑甜性之辈。初步判定为反虚6境。这家伙可能隐藏了一些修为，但只用身法驱赶，而非御空飞行，成仙几率极低。2次判定为归道6境。跟得这么紧，恐怕他有什么能追踪我的手段。嘿。五行轮转，厚德化生，重着无阻，屠者在中。哼，倒是挺警觉。刘燕儿，王姬，周围有股猛烈的法力波动。坎水为营，清浪滔天。破！啊！师妹小心！师妹，
克隆阵。强行突破只会在迷阵里越陷越深，要出去，必须找到阵法的生门。修、生、上、度、静、死、静。开！生门应该在这儿。不对，或许是这儿。不，那里也有可能。竟然用这种下流伎俩陷害本仙！有本事出来，跟本仙大战300回合！怎么回事？长寿和玄雅都遇险了吗？哼，果然只是化神境。啊！道门神通，减脂成人。不好，中计了！好强的迷药！小子藏到哪里去了？找到了！幻天宝伞，开！区区仙界就想困住我吗？第一步，封锁空间，以图制敌。小子，死期到了！第二步，摄心夺神，身有道效。第三步，渡人往生，消灾祈福。
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修行本是掠天地之灵气，如今也算归于自然了。损失一个纸人，不过有这家伙的储物戒指做补偿，总体还算不亏。阵法什么的烦死人了！要是五师兄在就好了。而且，你们究竟是何目的？要怪，就怪你姓有情。竟然是你，宇文将军！哼，六公主大概忘了，100年前有情国灭掉了南赡部洲的数个小国，也灭掉了我的故国。我假意归顺，为的就是光复故国。玄雅，宇文林没去救他吗？等等，我和那个大块头一分散，这个阵法就出现了。这么强！师叔，你听我说，来路不明者始终有些可疑，不可轻信之。难道都是宇文林干的？我从一开始就上当了。哼，让我看看你元神里的记忆。公子，届时便由他们袭击其余弟子，用渡仙门的传信玉符调虎离山，将那真仙引入困龙阵。至于六公主，玄雅之事，我自会处理。如此，便辛苦诸位了。待我光宗复国，尔等都是开国功臣。属下誓死追随公子。还真是那个元清在搞鬼，想引开99师叔之后，对有情玄雅下手吗？果然看人不能只看脸，暖男大半都是假象。不过，跟我无关就是了。在满是毒虫的地方用它来追踪，的确是个妙招。元清大费周章设套，显然是不敢正面和99师叔交手，也怕得罪渡仙门。倒是不必担心师叔他们的安危了。先找那株毒草吧。毒雨要来了，得抓紧时间搜查才行。不好，乾坤有变！道祖在上，保佑弟子百因不沾，诸邪避疫。因果大道，从来半点不由人。有情玄雅，哎呦！此次抵达东海之滨除妖，众弟子务必全力对战，不可懈怠。是。
心！不要过来！糟糕，洒多了。啊！灵娥师侄，你这毒丹哪来的？连我们专职炼丹的丹顶峰也未有记录。都是我师兄炼制的。完了！师兄炼毒水平高这件事也被我不小心暴露了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凌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，不知能否赠予一瓶？蓝灵娥呀，蓝灵娥，师兄这么低调，都被你给卖了。师兄，灵娥知错了。殿下，渡仙门实在太过分了，末将这就下去教训他们一顿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败如此数量的下妖，这就是人族的实力吗？我龙族威也。竟然是你，宇文将军！哼，六公主大概忘了，100年前有秦国灭掉了南赡部洲的数个小国，也灭掉了我的故国。我假意归顺，为的就是光复故国。有秦国从未亏待你们，父王还曾说你是他最信任的将领。宇文灵，你枉费国主信任。师兄，师兄！元清公子倒是对六公主情深意重，如此绝境竟仍不离不弃。我爱慕师妹整整60年，怎会弃师妹于绝境而不顾？宇文灵，你若要杀我师妹，便先杀了我。师兄，你不必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你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说吧。我的确有一件心事未了。若我今日不说，只怕往后便没有机会了。师妹，我只愿与子同学，共赴来世。你是否愿意？师兄，师妹。我不愿。我不愿。你不愿？师兄，你我皆是修道之人，怎可囿于情爱？我有情悬崖，早已斩断情丝，一心求道。今日若死，则是天命所然。若你我侥幸活命，往后更应专心求道才是。看来我是无法打动你了。元清，难道你才是背后主使？告诉你又何妨？我刻意接近你，就是为了成为驸马，争夺有秦国主之位。届时，袁家便能以另一种形式复国。我兄弟姐妹众多，就算你成为了驸马，又怎可能有机会争夺国主之位？你的计划实在可笑。待我为你种下情蛊，你自会听命于我。我以保符。
友情悬崖，创伤都避开了要害，暂无性命之忧。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逃命宝物挪移了过来。毒雨要来了，如果救他会耽误找毒草。师兄，快走！唉，相比起自家不省心的师妹，果然还是友情师妹靠谱得多。带你办成吧。他们很快就会追过来。这里是……是长寿师兄救了我，他真是个好人。这些伤口都是……不过，长寿师兄似乎提过，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。长寿师兄，你的病好了吗？一言赠师妹，人心隔肚皮，不可轻信之。下附地图一份，可绕路离开此地。原来如此，长寿师兄应该是觉得我误解了他的好意，才倍感痛心。长寿师兄如此仁善，友情悬崖，你怎可疑他？活下去，去揭穿元清的嘴脸，去报答长寿师兄这般仁善之人，去通知父王，提防恶贼，救援玉灵，牵连顾心。铸剑！火灵剑，起！好在友情师妹性格单纯，否则真是惹出大麻烦了。往后还是远离是非为好，小命要紧的。凭直觉判断，这边应该是西南方向。只要按长寿师兄的地图绕路，立刻躲开恶贼，一定要活着回去。进北周找仙节草已经10来天了，
一点踪影都没有。奇怪，古籍上说能毒死原先的仙节草就在这附近吗？找到了，仙节草。按照绘制地图，友情师妹此刻应该已经走远，相隔千里，我可以静心完成目标。怎么又遇到他了？这个友情悬崖有毒是吧？干脆改名有毒悬崖吧！这里可跟我给他画的地图差了足足2000里。他是路痴吗？到底是救人还是救草啊？难道要我再犯一次大错？救人很重要，但成功后太高调，且仙节草会被那个大家伙吞噬。救草符合北周之行的目标，但有违良心。以你此时面朝为前卫，师兄，退向正位，8尺距离，专注于你。好在有长寿师兄指点。仙节草有剧毒，我还是再吃一颗解毒丹吧。别发愣，引他们去悬崖。六公主已按计划被追至悬崖边，虽有临阵突破之计，但法力已不动。末将这就去擒住六公主。将军费心了。末将也很疑惑，您是如何做到60年都未能打动六公主芳心的？今日之事多有坎坷，还请您做好杀死六公主的准备。
失联这么久，那3个家伙也不知道死没死。哎呀！小九，你可知罪？这是偷袭我们的人。破了困龙阵，一掌震碎了2个原先的元神。这修为，难道是师傅忘情上人来了？师傅，弟子被人算计，与3名小辈失了联系，还请师傅速速搜寻他们的踪迹，看是否有人得存。咱师傅没来，是我。你足智多谋又英俊潇洒的五师兄介乎啊！小九，师兄就是开个玩笑，缓解缓解气氛嘛。我尚未成仙，在北周难有施展，还请助我寻找徒儿长寿的下落。萧清风一脉，不胜感激。启元师弟放心，我来时见这2名元仙不断修补阵法，应是算计小九他们的元凶之一。待我查看下他们的元神记忆，定能找到些线索。跳！抓住他！3金碧波蛇尚未成仙，不是宇文灵的对手，你快离开此地。元清的修为虽比有毒高出一小阶，但却不如有毒稳定，短时间内2人难分伯仲。眼下得解决3金碧波蛇和宇文灵等人，拿到新节草。必须速战速决，灭诸少子！将军，我等……待我诸公子抓到6公主再来救。师妹，玄雅，只要你肯助我复国，我便放你离开。为善之人，何必多言？剑势无形，引风化刃。青莲开天，离火耀灵，以气御剑。空有剑势，却无力挡。若非为了能跟上你，我又怎会靠丹药来提升修为？你急于求成，已入邪路，此后难登仙道。只要能抓到你，复国大业便可成。为此，我愿付出任何代价。
若你早就倾心于我，一切何至于此？元清竟与宇文灵是同谋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还有2拨人分别去袭击了玄雅师侄和长寿师侄。长寿只有化神境，如何会是这群人的对手啊？师弟莫急，咱们先根据这2人记忆找到宇文灵，才能确定小辈们的安危。什么人？幻天宝伞，开！休想封锁此地！对数。攻敌不备，无穿佛骨。爹，是你！宇文灵至元仙境界，即便身躯受制，未尝没有其他手法，人需小心。眼下先解决此人。元神出窍，幻天破魂！呀！哪怕燃尽3魂7魄，我也要拉你陪葬！失策！哪怕你法术与算计再厉害，但终究未成仙。只要元神回到身躯，就能转生。真元锁神，仙头俱灭。元神碎片在摄神珠内很快就会消散，危机解除。毕竟是能毒死元仙的仙节草，小心为妙。采药不绝种，福元年损折。总算到手，还剩最后一步。
杨辉这种有仪式感的步骤，还是要亲自来做才放心。下手之精准，为什么不抵抗？哪怕心恶如你，也会有一丝忏悔吗？亦或你是被人逼迫？不愧是有毒师妹，竟然还有自灌鸡汤的本领。灰就不养了，否则反倒不好向门内解释。接下来得和有毒对好口供。宇文灵的本命法宝碎了，这么说他已经死了。看情形倒像是与这蛇同归于尽了，连尸首也没留下。北周遍布毒虫毒草，长寿会不会也？元清也死了。致命伤是破天风秘法九连离火镜造成，是玄雅下的手，此地也只有他们两人打斗的痕迹。啊？重头三头猪的蛛丝，这里有第三人在场，此人潜藏暗处，以蛛丝事务，心思缜密，不容小觑。龙王陛下，笃行门弟子欺人太甚，
擅闯东海之兵，还损伤我军大半下药，请陛下为我等讨回公道。父王，如今天道大兴人族，道门背后更有圣人撑腰，不宜与之为敌。二太子殿下，我龙族乃远古霸主祖龙血脉，为天地镇守四海，岂会惧这小小宗门？末将以为，该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东海真正的主人。将军所言有理，随你处置吧。此次幸得师兄相救，我才能躲过元清与宇文林的围杀，留得性命。我修为不高，只懂些遁法，对战元清没帮到你什么。宇文林那家伙也是与三金碧波蛇同归于尽的，实在不必言谢。那个，有件事我想拜托有情师妹。但凭师兄吩咐，玄雅万死不辞。没这么严重，是我素来怕麻烦，不想引人关注。烦请师妹回禀师长时，不必多提与我相关之事。绝对不要把我扯进风波里，低调才能躲避因果。若能与师兄这样的君子互相引为挚友，当真不虚此行。师兄放心，玄雅明白。真明白了？实在是摸不准有毒的路子。外面有动静，是门中派来救援的新人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玄雅在那儿和长寿在一起。一直不见踪影的李长寿，正好出现在有情玄雅身边，会是巧合吗？长寿，长寿啊！你可是小秋风的独苗啊！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不是还有师妹吗？小秋风就你们2个独苗了。师傅，你的身体？不打紧，闭关冲击成仙天劫时出了些岔子。师傅的道基损伤太重，保住性命已是惋惜，如何能抗过天劫？师叔师伯，弟子失手杀了元清，愿领门内一切责罚。师父宽厚仁爱，99师叔也一向不拘小节，定会谅解有毒的防卫过当。不过，那位就不好说了。你一个人杀了元清，宇文灵呢？他的死可与你有关？九巫，99师叔的五师兄是本门素有名望的执事，如今修为已在真仙境巅峰，此人颇有城府，得万分小心。宇文灵在偷袭时惊动了三金碧波蛇，双方同归于尽。很好，就这样，别扯上我。没有人暗中助你。此事与长寿师兄无关，他只是见我被围攻，用遁术助我脱离危险，一切都是弟子的错。有毒，快住嘴！越描越黑了喂！长寿师侄不为他辩解吗？弟子不知道具体经过，不敢多言。你倒是稳重。悬崖师侄弑杀同门乃是大罪，为善后副掌门自会公正裁决。
只是似乎玄雅师侄还有位帮手，在暗处用重瞳三头猪的蛛丝窥探。正巧，这附近也有不少相同的蛛丝。大意了。三头蛛丝，那是什么？重瞳三头猪的眼力可观八方，无任何死角。它的蛛丝更能让视线远及千里之外。你怀疑长少？嘿，要不是他救了玄雅，我这支队伍可就全军覆没了。冷静点，小九，我只是例行询问而已。九巫师兄，我这徒弟老实怕死不惹事，这是他的3大优点。此事还望师兄明察。弟子本领低微，不得不用些蛛丝来探路，也好规避风险。没想到撞见有情师妹被恶人相逼，这才带她遁走。探路？你原本打算做什么？采药，弟子可为此向天道发誓。只不过采的是门内性药仙节草而已。采药？我还以为有什么小秘密。毕竟重瞳三头猪可是难寻的稀罕物。这小子倒是口风严密，有天道之力见证，想来所言不虚。先提升九巫师伯的信任度，才能投其所好，赚取好感。弟子养了几窝重瞳三头猪，若九巫师伯有兴趣，回去便为师伯送一窝过去。那贫道就不推辞了。小家伙很有心嘛，往后多跟本师伯亲近亲近。此人行事周全，不显山不露水。若是心存正道，往后加以培养，可担大任。可若是心眼用偏了，就得尽早斩除，否则祸患无穷。暂时算是稳住九巫师伯了吧？小气鬼！你那个什么猪自己留一窝，其他的都给你九巫师伯送去。是。北周之行还是太冒失了，蛛丝处理得不够干净，对付原先的手段不够。也不知师妹在东海那边怎么样。我就说长寿是个好孩子嘛。哦，对了，奇缘师兄帮他看看病症吧，好像落下了心魔。心魔？我去，这小师叔又读了什么？不对，咒号里有9字的，就离谱。师傅，我们这是回小雄峰了。此次历练，你的心境出了些问题，好在并不严重。幸亏师傅还未成仙，探查不到我的真实状况，尚能糊弄过去。门内听闻历练之事后，打算如何处置有情师妹？副掌门体谅玄雅失职是被奸人所迫，只惩处他闭门思过2年。师兄，你受伤了。让你照顾师兄，不是吵扰他。这几日好好休养，稳扎稳打，才能平和心境。如此也好让为师安心闭关。师父要继续冲击成仙天劫了吗？为师乃是门内众峰唯一没有成仙的峰主，实在无颜面对小琼峰列位师祖啊！总得在寿元耗尽前全力搏一把。都说天劫一刀，生死两判，
万一……自古求仙渡劫，谁都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天劫中活下来。能度过天劫的修士，只有1、2成，更何况师父早年道基受损，修为本就不太稳定，身患更比寻常修士弱了1倍。就这样渡劫，完全是必死之举。若为师撑不过天劫，小琼峰一应事务就交由你们打理了。师父，我和师兄一定会照看好小琼峰，你安心的走吧。嘘！呸呸呸！不准咒为师，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反正为师闭关去了。师兄，师父他……我们得帮师父渡过天劫。成仙天劫对于所有炼气师而言，都是无法避免的历练与磨难。天道会根据渡劫者开始修道时的资质，降下不同威力的天雷。成则飞升成仙，败则灰飞烟灭。的天雷，师父能扛过几道？按照师父目前的状况，那以后就只剩下我跟师兄相依为命了。你是难过呢，还是装难过？这正是我冒险去北距泸州的原因。只有找到他，才能在天劫之下为师父赢得生机。仙阶草，这不是能毒死原仙的剧毒之物吗？哼，不错。但将仙劫草加以炼制，就能成为骗过天劫的假死药——融仙丹。理论上，渡劫者扛住第1道天雷，自身便会产生一缕仙灵气息。若在这时服用融仙丹假死，冰解肉身，就能躲过后续的天雷，化作浊仙。虽然神通不如正常元仙，但寿元相同，还能继续向上修行。我们必须赶在师父的天劫到来前，将融仙丹炼制成功，这样师父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有9成8了。哇，师兄真厉害！嗯。拯救师父行动开始。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师父最近出关的频率好高啊！闭关都如此困难，渡劫只会更加危险。我们要加紧炼制融仙丹了。师父那么固执，要是知道我们炼制禁药帮他渡劫，所以不能让他知道。不仅是他，门内所有人都不能知道。等丹炉一事解决后，我们便要在丹房外布阵，
防止泄密。丹炉，师兄你不是有一个吗？那个丹炉等级太低，不足以炼制龙仙丹这样的高级毒丹。据我调查，丹顶峰的万凌云长老有一千毒百金炉，最合适不过。万凌云，好耳熟的名字。万凌云，毒经一书的著作者，精于炼毒，据说平日不近人情，且极其吝啬，难以结交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凌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。师妹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哈哈，说起万长老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在东海之滨用了他所创的断魂丹，我根本没办法接近他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把你给我的断魂丹都用光了，同行的弟子都被我惊呆了。兰陵娥，虽然我有意让你用断魂丹结交万长老，但也没有叫你把所有的断魂丹都用光了。你这个败家师妹！师兄，你炸我！师兄，万长老来啦！断魂丹怎么炼？回万长老，取灵活心金血3分，密屋断魂草4分，红鱼草2分，废寨水少许。若预算只有20颗灵石，如何炼制？好可怕的气氛！终极令色等级考试，应试技巧1：寻找共性，降低心防。他既然抠门儿，那我就比他更抠门儿。4分密屋断魂草改为5分寻常断魂草。10颗灵石了，不用花灵石，我与百凡殿葛长老交好，能以小琼峰灵鱼换他5分断魂草。养灵鱼也是一笔数目。灵鱼是师妹在喂养，她花的钱不能算在我头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灵活心金血改为灵狐粪，红鱼草育10万年可得，废寨水可将旧鞋用狗尿腌制，算下来1颗灵石都不用花，就能用10万年培育一颗断魂丹。万长老是不是生气了？10万年，长寿，你竟能抠到这个地步吗？应试技巧2：共有示弱，建立共情。灵娥从不知师兄竟然这样节俭，想到师兄用旧丹炉好不容易为灵娥炼制了断魂丹，灵娥却在东海之滨肆意挥霍，都是灵娥的错。我日子过得苦一点没什么，只要师妹好好的就够了。师兄，真是兄妹情深呐！万长老一句话都不说，不会是看穿了吧？保持冷静，随机应变。若论节俭，我还是不如你呀。完了，传说中的阴阳怪气大法。没有打探到万长老如此阴阳怪气，看来我搜集的资料还是不够齐全。这样拮据的生活，偏偏还有个挥霍的师妹，让你本就不富的生活雪上加霜。完了完了，千毒百金都无了，师父也无了。愧不敢当。
万长老这啥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千毒百金炉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打动了万长老。何止是打动，师伯说万长老对小琼峰的境遇倍感痛心，甚是怜悯。长寿不易呀！好了，也该让你看看千毒百金炉真正的模样。他们两个人呢？你浪费毒丹，该让你长点记性。11、12、13。师兄，人家看不动了。1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啊！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这是我精心筹备了60年的原创阵法，与洪荒主流阵法横向分布不同，此阵纵横交错，环环相扣，甚至可以对付真仙境的仙人。师兄，阵法的威力不是与布阵者修为有关吗？我们都不是真仙，怎么困住他们？所以需要一个真仙相助，最好还是一个不通阵法的真仙。99真仙境，不通阵法，破天峰忘情上人的9徒弟，与其师兄师姐合称9字9仙人。99就是被其中的9巫9师这对道侣带大的。从同门成为道侣，想什么呢？9巫，本次行动的重点攻克对象，在北周时他就对我起了疑心，贸然去找99，必定引起他怀疑。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引开9巫师伯。9巫阴险狡诈，普通的办法对付不了他。99最近因被门内责罚戒酒而发愁，每日睡不着，一早起来就找9巫撒娇，9巫对此无可奈何。我们不如算好时间。师妹，布阵和炼制熔仙丹都需要99，你去找9巫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9巫师伯，求求你了！我也想帮你布阵，但我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500年以后了。可是小琼峰真的需要真仙指导布阵，就要真仙，就要真仙！哎呀，真仙真仙，我上哪给你找真仙去啊？师兄，小九要喝酒，喝酒。真仙，他就是真仙，你找他。师叔，救救我师父吧！小九要喝酒啊，喝酒啊！小九要喝酒啊！此物名为佳人酿，有酒味无酒气，会让人有喝醉的感觉，但不会破戒。师叔，考虑的如何？不就是布阵吗？咱就是布阵小天才。
九九师叔已经最迷糊了。哎呀，护阵，看我护阵！救命啊，师兄！正位冲一，对位推6，看位归4，离位进2。什么砍树做掩护，防止被师傅发现？我看他就是想和九九师叔单独相处。臭师兄，给我断！年轻人真是生龙活虎啊！师兄，快让人家看看这阵法到底什么样。多亏了九九师叔用仙力稳固阵基，我这大阵的构思才得以落实。大阵已经建成，是时候炼制融仙丹了。可是，怎样才能让九九师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炼制融仙丹呢？他不懂阵法，不也同样打造出了这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吗？圣门到底在哪里呀？阵法什么的真是烦死人了！起！放心吧，培元丹的事交给我了。以小九的能力，绝不可能搭出这样的阵法来。小琼峰既有人会布阵，又为何需要小九相助？刘师兄，这是去往小琼峰。我们峰的万长老让我给小琼峰送个丹炉来。布阵。丹炉，李长寿，你究竟在捣什么鬼？添加药材的顺序、药材的年份，甚至切块形状大小等，都已做到了精确。只要确保师叔保证稳定和纯粹的仙力支持，就能提高融仙丹的成丹率。
99师叔不懂药道，无法通过药材等辨别炼制的是门内禁药融仙丹。但九巫师伯精通炼丹术，一旦被他发现，定难以善了。看来，得在丹药炼成前，将他拦在外面。熏风化符，八门尽显。找到阵法的出口了。哼哼，不过是个基础迷阵。哼，一个基础迷阵，自然困不住主修阵法的九巫师伯。但若是有成百上千个，还在阵中，看来是个连环阵。这次是灵月六转阵，此阵生门通常设在某一风穴内，风穴方位对应南斗六星：天府、天梁、天机、天同、天象、七杀。星分四野，为主七杀。到底套了多少个基础迷阵啊！虽然暂时困住了九巫师伯，但时间拖得太久，定会加深他对我的怀疑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炼成融仙丹。24阵互联互通，又回到了原地。好小子，我就不信揍不出你这小小的连环阵。这次一定不会错。哎呦，这没道理呀！这不应该呀！我堂堂一个真仙，不破了，索性直接轰开这大阵。这么简单就破开了？融仙丹炼成了。这就是培元丹啊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在这里面干什么！小兽兽，这不是我跟小石是情浓时才会有的称呼吗？
他们好上了。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哎呀，这事儿我怎么和诗诗交代呀？唉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先回去认错了。总算走了，幸好在炼成融仙丹时，及时解除大阵，避免了迷阵变成杀阵，暴露出我更多底牌。咱们说好的，炼成培元丹后，你要送我1年份的佳人酿。放心，除了这些，待1年后师叔戒酒期过了，我埋的恒河水老白干也送给你。以后还有什么要帮的，都包在我身上。师叔，若有人问起您这段时间在这里做什么，请您诗诗啊，其实小九是时候找个道侣了。你看，起码能帮他收拾这屋子呀。我们小九何须依靠他人？更何况，他才962岁6个月零15天。四师姐、五师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刚出关，陪你师兄来看看你。小九啊，你是不是对？师妹，你没事儿老去小琼峰干什么呀？布阵炼丹呀。作为回报，小兽兽还送了我一些能代替酒的好东西。判断准确。反正99师叔所知有限，让他如实相告，应该能解开今日的误会。至于融仙丹，虽然炼成了，但服用此药的前提是，师父必须扛过第1道天雷。如今渡劫期临近，师父出关频繁，心境不稳，万一……所以师兄，你让我砍树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制造第2套渡劫方案的这个法拉，法野鸟笼，你不要小看我在9年义务教育下的成果。此物在师父渡劫时自有妙用。如此看来，此次师父渡劫定是万无一失。这是师父的天劫。师父不在山中，师父此时不告而别，他定是怀着必死之心离开的。师妹，走，先找到师父。
必须将容仙丹和法叶鸟笼交给他。若被这雷光击中，你们会灰飞烟灭的。师妹，你在这里等候。师兄，师父会活着回来的，对吧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师父。长寿，为师天劫将至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快回去！弟子有办法助师父渡劫。为师的状况自己很清楚，你快带着灵儿回去。今后小秋风就交给你打理了。我之前已央求过几个相熟的同门，平日多来帮扶。师父怀有必死之心，定会被天道认为道心不稳，怕是连第一道天雷也不能度过。为师让你回去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平日的谨小慎微去哪儿了？这天雷不比寻常，以你的修为，一击之下必死无疑。到那时，你让为师如何心安？还有灵娥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你师妹呀？师父养育弟子，教导弟子100年，并引弟子入道，多年来从未有过苛责。弟子现在唯一能为师父做的，就是在天劫下为您挣得一线生机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仙门怎么走？多谢。等等。现在想来，这雷云虽有压迫感，却非天威，所以刚才不是师父的天劫吗？为师也是第一次渡劫，没经验嘛。都是乌龙。人家分明是青色的苍龙，怎么能说是乌龙？乌龙是黑色的。看那条苍龙的仙韵，修为已至天仙境。龙族一向隐居深海，与人族少有往来，而今竟派如此高手到渡仙门，恐怕会生变故，还是小心为上。来者止步！此乃我渡仙门地界，休要擅闯！
嫡媳，众弟子即可，随我迎敌。啊！门内出事了，快回去增援！这么快就动手，龙族想做什么？本将乃东海龙宫水军大先锋，特奉王爷前来。渡仙门主事之人，速出来接旨。结阵！刚修成天仙，就敢来我渡仙门撒野，活腻了不成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是叔祖。忘情上人。忘情，你便是渡仙门掌门？贫道不过门内散人罢了，见你这小龙太过无礼，才出来教导一番。放肆！连人事也开始着手。忘情上人的三元玄火功法真绝妙，若能习得一二，无论炼丹还是强身健体，都大有助益。这人族的三元玄火竟强横至此，法力深不可测。你当明白，如今早已不是龙族欺压百族的时代。自祖龙掀起战火，震碎洪荒起，尔等便已业障缠身。贫道奉劝你一句：知止常止，方回正途。好个道貌岸然的渡仙门！先是打着除妖旗号闯我东海之滨，伤我水军虾众，如今又对龙族如此不敬，我定会禀明龙王陛下，不日点齐兵马，踏平你这小小仙门。东海之滨，忘情上人，此前降妖历练时，小琼峰弟子兰陵娥为保护同伴，情急之下伤了一些虾妖。小琼峰，长寿师兄的师门。师兄，我是不是闯下大祸了？人呢？虾妖怎么突然变成了东海水军？事有蹊跷。师兄，误伤东海水军的罪业，渡仙门定会查明缘由，倾力偿还。只是，东海之滨乃五部洲交界处，有百族共享，何来闯入一说？看来是龙宫静守东海太久，让你们人族练气失望了。早在远古，龙族便已将东海划为属地，东海之滨亦是龙族门户，怎容人族随意踏足？龙王陛下谕旨，3日后召开东海大会，东海之滨归属何处？届时自有分晓。若龙族霸占东海之滨，就等于彻底掌控了通往五部洲的交通要塞，威慑百族。恐怕从布置虾妖之乱到召开大会，都是龙族的算计。龙族避世多年，此番大动干戈，只怕难以善了。将军使命既已完成，贫道就不远送了。
上人，不愧是破天峰战力第一的剑修，强者的世界也太威风了吧！我要是成功渡劫，会不会有朝一日也能这般？师父。师父雷劫已至，必须马上回小琼峰，启动避雷方案。好可怕的威压，根本无法抵御。此乃大道天威，有人要渡劫了。你们暂且退避，莫要被天劫冲杀，神陨道消。劫云在小琼峰方向，难道是奇缘师兄？他道基残损，如何敌得过重重天雷？师兄，这次是真的天劫，没错吧？根据云的面积和厚度计算，大约有4道天雷。这么多！天雷就要落下，你们别管为师了，都回去！把为师关起来做什么？这是何物啊？一种抵御天雷的法宝，名唤法眼鸟笼。师父待在里面，不要走动，不要接触围栏。快走，别白费力气了！天雷不会被任何法宝阻隔。法拉第老爷，科学避雷就靠你了。成功了！我没事，天雷也消失了。这笼子竟如此神奇！怎么办？法眼鸟笼毁了。挡住了第1道天雷，也算不错。接下来只要让师父服下丹药，就能平安渡劫。师父身上怎么没有丝毫仙灵气息？难道是因为没有正面承受天劫？糟糕，没有仙灵之力，师父服下融仙丹的瞬间就会形神俱灭。天劫本该由渡劫者一力承担，容不得投机取巧。剩下的天雷，让为师自己来。仙灵气息出现了，师父，弟子有宝药，可助您度过天劫。莫要浪费，留着你和灵娥渡劫使用。师父！您的道基尚未修复，
连受2道天雷已是极限，不可勉强。道基又如何？既是天命所为，贫道愿赴死一搏。天道，我绝不会躺在地上求饶，徒儿们就在一旁看着。哪怕他们的师父不中用，不能像忘情上人一样给弟子庇护，贫道也要站着死，给他们最后的荣光。这就是人族炼气师的气概，也是贫道的向道之心。不好，师父想要以身殉道。长寿！弟子与师妹千辛万苦炼制宝药，只求师父活下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躲开！百年教养恩情，弟子心中早已将师父视若父母一般。为人子女，如何能眼睁睁望着至亲消陨？师父，为了我们活下去吧！为师尽全力拼这一次。来吧，让贫道见见最后一道天雷。我怎么化掉了？道祖在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劫运无常，为道心坚毅，得天地西归。